还记得吗，栾凤？都数不清多少次了，他依然那么执着地去改变。也只有你和我记得，我们已经困在这间酒馆中很久了。那酒让他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去梦中改变那些人的结局。如果这剑香烧完，他却还没有将书中那些人的命运改变到正确的轨迹上，那么这一切又会前功尽弃。他会梦醒，然后忘记这一切，又再次踏入这间酒馆，而我又必须装作第一次见到他。很讽刺，是不是？我已经认识他太久了，可他却永远只认识我一炷香的时间。考试规定，只要在幻境中成功存活，便可获得入门资格。现如今我已通过考试，堂堂蜀山，难道要言而无信，强行剥夺我的入门权利吗？好一个言而无信！长门兄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姑娘说的颇有几分道理。依刚才幻境所见，当时情况危急，若是这位姑娘为了集体大义，投身险境的话，我想她必定会和别人一样。会遭殃的，这就是所谓救人不成反害己。还有那位金公子，金公子头脑灵活，只不过言语和行为上有些欠考虑。不如这样，你和金公子一起加入我们苍虚，好生修炼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本公子正有此意，弟子这就拜见掌门。拜见掌门。麒麟云，你拜入苍虚门下之后，希望你早日醒悟，人这一世，毕竟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。麒麟云，金99，苍虚新晋弟子。这里是蜀山天门峰。古门前的2块灵石，左为苍虚，右为蜀山。触摸灵石，便可自由上下蜀山，不会受结界阻挡。而这灵石会赋予你们天地之灵气，日后也好有个习武修行的根基。各位新弟子，不要以为你们上了蜀山就可以松懈懒惰，日后会有更大的磨砺和考验等着你们。这第一呢，就是规矩。规矩，你们懂吗？长幼尊卑，师徒辈分是万万不能乱的。我呢，就是你们日后同门师兄，莫不凡。哎，他就是莫不凡呐！嘘，你小点声。我听说啊，自从真良师兄死后，他就一直站在2师兄的位子上，就是提不上去。新弟子上前，一一在灵石上登记信息。走。哎，白师兄！新弟子跟我来触摸灵石。快走！阴南，快点！啊！哎呀，松开！白饭团！大师兄好。师兄好。
师兄好。好，下面就由我带你们参观蜀山。世人都知道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你们应当感谢祖师爷发明的灵石，免去你们行路攀爬之苦。但是，也只限于奉师命上下蜀山。如果你们谁想耍小聪明，借此便利偷偷下山谋私的话，或者与别门别派私会，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我蜀山掌门长眉真人，便在那神气峰上盯着你们。你们各自要好自为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记得有位考生，当时宁死不愿入我蜀山，独独忠义苍虚啊。那不如由你来说说看，这苍虚和蜀山之间，到底有何关系啊？于英南。啊！书啊，什么书啊？重修才给的书。啊！哥，第一页，蜀山与苍虚本系同根，乃是群峰之上修为最高的2个门派。数百年前，蜀山有一弟子，不满足于门派中只崇尚剑法的理念，便潜心研究内功心法。后从蜀山分离出来，创建了苍虚，这便是苍虚第1代掌门枯竹老人。与蜀山的群峰不同，苍虚建于一座孤峰之上，2个门派一锋锐一绵长，一刚强一柔韧，虽有不同，却一脉相承。而这一脉便是由一条潜龙索相连。这便是连接蜀山和苍虚2派的潜龙锁。你们是不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没有桥索？这过潜龙锁的步伐内含乾坤，玄妙无比。你那本破书上肯定是没有记载的。不过你们也不必好奇，只有2派掌门和门中高级别弟子才有资格知道步法的要诀。比如你们师兄我。如果我学会这个步伐，就可以过去苍虚看我的白饭腿。蜀山和苍虚之间各有结界，而结界的交汇之处，便是潜龙锁。由于结界能量强大的缘故，这里1年4季不分日夜，都亮如白昼。有了它，平日里往来苍虚和蜀山，便免去了翻山之苦。但是，若不知道结界步法，便冒闯潜龙锁，轻则会受2派结界反弹受伤，重则会落至万丈深渊。希望你们谨记，不要贸然靠近这里。来吧，跟我离开这里。你们面前这棵树名叫苍天，
是一棵四季繁盛、花开不败的神树，也是我们苍虚能量的象征。而这盘龙错节的树干中，蕴藏着许多种树灵。不错，那些树灵，正是我苍虚一派的武器来源。弟子拜见过掌门。所谓因材施教，因地制宜。我们苍虚不像蜀山，只能练剑。只要你们决心够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苍天树中，收复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武器。敢问掌门，这树灵之中哪一个最强？我金九九只要最强的。你这后生野心倒是不小，不过你若是真要见到了天蚕灵竹的树灵，恐怕就没这份勇气了吧？天蚕灵竹生性霸道狠戾，它的周身锋利无比，且带有剧毒。你们日后取武器时，若是见了，万万不可招惹。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选取武器一事，不如就放在今天吧。掌门，往来都是些素有经历的苍虚弟子，才能选择武器，而他们现在还只是会些粗浅皮毛的新人，内功根基一点都不牢固。如果让他们现在就进去，我怕什么？还怕我苍虚的一棵神树把他们吃了不成？我苍虚从来都不收留无用之人，今天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吧。今天是你们证明自己的好机会。如果你们得不到自己的武器，那么就只能从最普通的佩剑开始练习。你们甘心如此吗？吓我一跳！吵死了！古意，千万别怪师傅心急。我的这番苦心，是为了他们好。弟子明白，师父心系苍虚众人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得道成才。今日的招生结果你也看见了，现在的人都是趋强避弱，我们苍虚现在人丁稀落，怪不得别人，只有自强才是正道。这就是天蚕灵珠。
天蚕灵珠果然厉害。怎么，刚刚传信给本宫，如今却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还望公主责罚。你倒是不紧不慢的，我这可等得心焦呢。怎么，不想破掉封印，让本宫出关吗？公主息怒。属下虽错上苍虚，但已寻得法宝，助我过前路锁。请再给属下几天时间，属下定能破除封印，潜入蜀山，帮助公主出关。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不过这时间久了，人的记性也会变差。我好心提醒你，别忘了你是如何入我洛仙宫的。我们这算赢了吗？我们活下来了。这么多人里，就活下了这么2个，算是可用之才。可此2人关系密切，看起来十分要好。属下担心，他们日后难免会互相牵绊。你们已经打了3天3夜了，应该也累了吧？我给你们准备了可口的饭菜，还有热气腾腾的洗澡水。
当然了，这一切只能给你们中的一个。公主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可以帮你杀人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喏，这是朱颜草，其花可入药，其叶有毒，需明辨。为什么给我药草？这个时候不是该说谢谢吗？有人曾经对我说过，有伤就要治，即使是男子汉也不必逞强，何况你是女子呢？谢谢。不用，你新入苍虚，我又是前辈，以后若有事啊，可以放心向我求助的。世人都会选可以医人的花，丢弃有毒的叶，可我从来不是可以向阳绽放的花，谁又会来选择我呢？新丁且慢。白骨翼呀！喜欢又能怎么样啊？他人在苍虚，我又见不到他。哎，难道你能让我见到他？秘密都是用秘密换来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蜀山的宿舍都是先到先得。如果你去晚了的话，你的莫不凡师兄可没有什么耐性哦。云南，没有过去的人是不存在的。你的秘密是什么呢？惨了惨了！哎，哥，
怎么了？哥，我的房间在哪儿呢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烦，名字叫不烦，可是实际上特别烦。说好了叫不烦的，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烦？炸鸡？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怎么会有炸鸡的味道？苍天呐！你给了我一张发现美食的嘴，可是为什么就没有给我一双会做美食的手呢？鸡是好鸡，但是火候不对。下锅的时候要用温油，这样鸡皮就不容易老。姑娘，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炸鸡的人吗？包在我身上，我可是年年有余元气炸鸡唯一的传人。鲜炸香脆，元气好味。干杯！实在是太好吃了！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！哎呦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！没想到我奄奄一在有生之年能够品尝到这神一般的味道，真是不谙人世间走一遭了。那你要吃，你别噎着了。娘，看你的装束，还没有穿上练功服，你的是新弟弟对吧？你宿舍在哪？我的宿舍还是别提。那要不然你搬来跟我一起住？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你看这里这么大。不过作为补偿，你要每天做元气炸鸡给我吃。没问题。师长，您的菜送过来。师长？谁师长？
找我呢？看叔叔，你把菜放地上吧。哎。师长，打今儿起，在这蜀山上，我罩着你。太棒了！干杯！原来你就是那个不愿上蜀山的新弟子啊！你的光荣事迹我可都听说了，可是为什么呀？蜀山人杰地灵，灵气旺盛，养出来的鸡特别的好吃。你怎么还想上苍虚啊？其实，我就是一个小村村少女，胸无大志。经过这么多的折腾，也只是为了想能天天见见我心目中的大英雄白骨印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少女情怀啊！好吧，看在我俩有缘，你又给我做这么好吃的炸鸡的份上，我就偷偷的告诉你，啊，晚上你可以去苍虚的边境乾隆所附近。乾所？白骨已经将会在那儿练功哦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？一定就是这里。白天，乾隆所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蜀山不是有结界的吗？余英南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好好记着。哼，你上次害我投错光魄，进入蜀山不说，这次又要怎么害我？你弄丢了白饭团，却邂逅了白骨印，有些事祸福难测，你又怎么知道上了蜀山就一定是一件坏事呢？你听好，1年之后，血月凌空之时，一定要杀死身怀赤魂石之人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拯救自己最爱的人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什么血月凌空啊？哎，还有，谁是我最爱的人啊？哎呀，不管了不管了，先上乾隆所，苍虚。我为什么会从梦中醒来回到这里？难道故事的结局已经改变了？不，是因为留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进入梦境的时间不再稳定。这本书的结尾，是赤魂石毁灭了整个天地。方才我看屋外情景，竟和我梦中有几分相似，一切都异常熟悉。难道？没错，你并非第一次来到这间酒馆。
其实你已经来过许多次，每一次都请求我帮助你以酒为引，让你入梦。但酒的效力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等香烧完，你就会梦醒，然后离开这座酒馆。你又会忘记我，我们又会重复一遍之前的对话。我知道，改变梦中之事是你内心的执念，即便忘记了千百次，依然会想起。可你现在要知道，如今的状况，你若再回去，等香烧完，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。我不怕。虽然刚刚我已经将最重要的预言告诉了余英男，但往后1年之间变数无常，我唯有一直留在那故事里，等待着余英男生命中最重大的转折点，让他走上另外一条路才行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再帮我进入梦中一次。时间不多了，可以吗？白饭团！血月凌空之时，你必须杀死身怀赤魂石的人，才能拯救你最爱的人。你必须杀死身怀赤魂石凌空之时，才能拯救你最爱的人。白饭团！白饭团，看到你没事就好，只要有我在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。傻丫头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只不过是一场梦，等梦醒过来啊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开心生活就好。你武功那么高强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我真是太傻了，白饭团！起床啦！余英男，起床啦！云姐，哼，英男，玄音钟已响，今日是我的课。你要是敢迟到的话，我错了，云姐。剑虚剑。云姐，等我一下。我的鞋呢？哟，仗着自己跟师长一个宿舍，就能迟到了是吧？我一早上已经够混乱的了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各位，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开始了？师长好。我就是蜀山剑侠严仁英，日后你们课上必须叫我师长或者是师傅，课下嘛，可以叫我仁英姐。今天是大家来到蜀山的第1堂课，我就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蜀山的剑虚。有这么多剑，那是不是可以随便选啊？历代蜀山弟子的佩剑都是从剑虚当中挑选出来的，只是需要达到一定的修为，才能获得剑虚中剑的认可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只能用普通的练功剑。师长讲的没错，就好比我背上这对列缺双剑，那可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得到的。还有我们手上的砍离双剑，这可是花了1年的功夫才拿到手的呢。每名弟子一生中只能拥有1把佩剑，他将会认你做他的主人，成为日后与你并肩作战的伙伴。据说有灵性的剑会发出剑鸣，指引那个有缘人找到他，成为他的主人。